大家好，今天来整理一下工具，顺便跟各位闲聊一下。这一阵子，应该说是前一阵子，我是觉得有蛮多网红聊这个话题的出发点，我是觉得有点不妥啦，这是我个人感觉啦。那我只能说，以我自己的感觉下去做我的论点的描述啦。那我先讲我为什么要整理工具好了，因为我之前住的地方空间比较大，然后再加上我之前就做相关行业的，所以我的维修工具会比较多。然后景气不好以后，有些朋友因为有些工作你必须自己带工具。举个例子好了，可能你有去那个汽机车拆解厂打工的话，他们会给你工具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是以计件的话，就是你拆多少算多少薪水的话，你用他们的工具拆真的会很慢，那所以多半都会自己准备工具。然后一些朋友以前他们也都是会去那种地方打工，然后可能后来没做了啊，一些有没有原因，就可能也是因为搬家，新的地方空间比较小，然后再加上可能自己拆东西的几率越来越少了，就变成说很多工具一开始会说借放在我这边，然后久而久之就变成说他们不要了，说给我用，叫我处理这样子，大概是这种状况，所以变成说我的工具很多，主要就是可能重复的啦，因为我可能明年我也是要再搬一次家，所以要先做个整理，因为再搬过去那边可能会更小，我的空间会变得更小，所以趁这个机会稍微整理一下。那其实以套筒来讲，我是建议我们假设好了啦，以同样的规格，譬如说假设啦，这两颗是同一个尺寸，那就是尽量选一个长的，一个长套筒，一个短套筒。然后如果套筒还有分厚薄哦，像拆轮子的时候最容易碰到这个状况，就是你厚的套筒，你会塞不进去那个车轮螺丝孔里面，所以要薄的，但是薄的又很容易被打破，就打就直接这边裂开。所以以套筒来讲，大尺寸的，因为你这种规格的基本上都是那个 A 按机气动扳手在装的，所以这个我会建议就是长套筒一支，同样尺寸，长套筒一支，短套筒一支，然后薄的能够留是尽量留啦，看你自己的储存范围，然后尽量以有品牌的保存为主，生锈太严重，然后里面的齿轮不明显的原调的那个基本上都不用留，因为你硬要留的话，到时候再使用把螺丝打到滑牙，你会更麻烦。所以今天就是天气很好，虽然说寒流，但是白天气温还蛮高的，所以就整理整理，为下一次搬家做准备。好，大致整理东西就这样子。那其实我比较想讲的是，前一阵子很多网红在聊说，那个限缩检举范围，他们是说限缩检举范围会变成然后变相鼓励违规啦。问题是，我说一句实在话啦，目前这么多检举的案件中，有多少案件是真的因为他的违规会侵犯到很多人的权益而遭受到检举？我相信很多都是因为就只为了表达自己的
情绪或不满而去检举。那我是觉得何必这样子嘞？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没有人是完美的。其实这个讲，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就像以前有几个新闻，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注意这种东西啦。就曾经有一张照片，他检举照片是一个女孩子，然后检举日期那时候我也没有记错，那时候是冬天，而且刚好是一个寒流来袭的时候。他就是照片看得出来，他骑着摩托车，靠着很路边在骑，但是他左手插口袋，右手加油门，他这样骑车，然后结果被检举说是危险驾驶，就单手骑车嘛。那试问啊，这么冷的天气，然后可能人家赶着要上班，或者可能忘记戴手套，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慢慢骑在路边，也没有造成别人的不方便，也没有很明显的危险驾驶，他就是因为太冷，一手插口袋，一手骑车，这样就被检举。那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成立，很纳闷。你今天如果说单手骑车啊，很帅的，然后蛇行啊，干嘛没有的，这个真的是造成很多用路人的危险。那这个检举我觉得是 OK， 真的是 OK。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乡下嘛，然后蛮多长辈会去捡资源回收，就是他们可能就骑着摩托车，然后把东西就掉在车后面，结果也是被拍照。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有一次我看到我们附近的一个阿桑，他把车牌用纸板，用夹子把纸板夹在车牌上面，就是遮挡车牌。我知道这样子，我也是跟他讲，这样子可能如果被警察抓到，你可能就是罚单会很重，甚至可能会好像吊扣还吊销车牌，我忘记了。那我也是这样跟他讲，他说啊，没多啊，他最近常常接到那个罚单啊，就是好像什么，可能你吊挂的东西超出车身范围多少有多少。问题是我们这种乡下地方是能够有多少车，我也觉得很纳闷。然后诸如此类这种，基本上就是没有影响到没有造成多数人的危险。然后他们可能也都是，我知道这样讲可能很多正义魔人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违规就是要检举。问题是，一张检举单下来，他们可能一天工作全部都白费了。可能你们会说给他一个教训啊。我是觉得检举，就像今天看新闻的时候，就有一个新闻报道，可能他就是一个骑士，他在停红灯的时候，他在滑手机，然后另外一个骑士看到他在滑手机，就很兴奋的把车骑在他后方，骑摩托车骑在后方，然后站起来拍照，拍完以后就把车原地没有熄火停在那边，又跑到后面拍照，拍车牌啊，拍得很仔细。然后问题是，他这个检举人被后面的汽车拍得一清二楚，他也违规了，而且可能他被检举人他拍的那个可能只罚个800-900、1000块，然后他自己却要吃上1-2千块的罚单。那没有错，骑车滑手机有明文规定是不行。那我举个例子好了，一样都是滑手机，但是是停红灯的状态下，你要滑是不是就骑到路边去？骑到路边，然后
如果真的懒就不要熄火，赶快滑一滑，赶快走，这样你也不会耽误到后面的人。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路中间滑呢？同样都是停止状态，你要停车滑手机，你是不是想说替别人想一下？你要滑你就到后面旁边去滑，你为什么要停在路中间滑？然后这个检举的也很妙，我就觉得他那个行为好像就真的好像饿了多久，看到一块蛋糕放在那边，赶快骑过去就拍啊。我只是说，如果啦，人性真的这么的良善的话，检举没关系啊，本来就是这个良好的社会需要大家的维持啊。但是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检举都已经变成是一种个人的一个报复工具？真的有时候感觉也没什么大错，也没有影响到别人，或者诸如此类的，就要被检举。像有时候我们乡下可能他们在晒东西啊，可能就是比较铺的靠近马路中间，然后这样子也在拍照检举。那试问这条马路是有多少人会经过了？就算会经过，也是都附近的人比较多。然后外来的一看到哇，挡成这样子，我一定要拍照干嘛干嘛诸如此类的，好，就又被检举了。那何必呢？就以我只能说感觉啦。其实我今天会讲这个，主要就因为前一阵子有时候因为你开 YouTube 你也知道，开 YouTube 的话，它可能首页就会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影片了，就看到很多网红在聊什么，就抨击说限缩检举政策是在变相的鼓励违规。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多少的违规是那些很奇妙的检举达人他们的杰作？他们真的就只为了检举而检举。我举个例子啦，搞不好可能就变成说小孩子，你抱个小孩子还吃奶，然后就可能走，可能刚吃奶完，大家出去散步，然后走，小孩子就吐奶，就吐在地上啊，然后家里就被检举。我举这个只是个例子啊，我知道或许太偏激，但是真的目前很多检举真的就类似像这种状况，根本就不是个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然后就这样被检举。那一些大车超载机车超速蛇行，晚上开远灯，其实我真的很讨厌远灯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眼睛也不是说很好，晚上骑车真的很怕那个对象的强光。像这个问题，你真的该检举的东西，你真的很难去检举的。然后我都是觉得很多问题真的必须要每个人去关心自己，去注意自己或你身边周遭的朋友。譬如说你看到你朋友明明在做不对的事情，你应该要去规劝他，而不是说放纵他。反正只能说台湾一定会越来越乱，然后这个乱大家都有责任。好啦，我突然发现我没办法一面讲话一面整工具，因为我会变成我们没办法去思考说该怎么去分类我要的跟不要的。那大概我要抱怨的就是这些，因为我的频道我大概就分3个单元，一个就是我的进站在维修整理的过程，一个是我的汽车或者一些比较基本的 DIY 维修方面的东西，然后第3个就是我在抱怨，也不是抱怨啊，就是我想要讲一下我对很多事情的感想的看法。那今天就是想要讲关于限缩检举的这个问题。
我只能说，如果人民素质真的够的话，你就算开放全面检举，检举的案件也不会这么多。第一，很多小错大家不会去检举，因为大家都会犯错啊。第二，人民素质如果真的够，你犯错的几率也会降低。那问题，台湾现在就不是这样子啊。真的扪心自问啊，多少人拿台湾这2个字在消费？多少人整天口口声声说台湾最好，台湾最棒，台湾最强，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不见得。好了，那今天这个工具整理，等一下我就继续弄好了。你要一边拍片一边整理这个，我脑袋转不过来。然后这个小小的抱怨就到这边啦。OK， 谢谢各位，拜拜。